如果這世上真的有神，真的有一位更高的智慧在看顧着我們，那麼他為什麼要对眼前这個常时正在崩塌的黑暗時代坐視不管？讓我們先把時間拉回到2026年的這個上半年，一位母親在深夜滑着手機，熒幕上跳出一段影片，畫面裡是一所被炸毀的小學，據說有近180個孩子在那個尋常的上午失去了生命。他的手開始發抖，眼淚已經湧了上來。可是就在他準備把畫面轉發出去的那一刻，另一則訊息跳了出來。有人言之凿鑿地說，那段畫面是假的，是人工智慧生成的，是把別處別年的戰火移花接木。他愣住了，他忽然發現自己竟然無法判斷那180個孩子到底是真的離開了這個世界，還是根本從未存在。他臉上這一行熱淚究竟該為誰而流？這就是我們此刻所身處的世界，一個你连自己的眼睛都不敢再相信的世界。過去我們總說眼見為憑，看見了就是真的，可是到了今天，假的東西看起来像真的，真的東西看起來卻像假的。你在網絡上看到的每一張臉，聽到的每一段聲音，讀到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是無中生有。我們不妨把這一年真實發生過的事情攤開來看幾件。年初的時候，一場針對某個南美國家的軍事行動剛剛落幕，網絡上立刻湧出了大量的畫面，有的是人工智慧生成的圖片，有的是老舊影片被重新剪接，有的是真真假假混在一起，讓人根本分不清哪一张才是真的。就連一些握有巨大影響力的公众人物，都在无意间轉發了那些憑空捏造出來的片段。同一段時間，網絡上還流傳着另一批影片，畫面裡是一群士兵在向敵國投降認錯。後來人們才發現，那整批影片從頭到尾都是假的，是為了瓦解人心而制造出來的武器。在歐洲，有人用人工智慧去篡改那段人類最不該被遺忘的歷史影像，把數百萬人的苦難扭曲成另一副模樣，甚至在法庭上都開始出現這樣的爭辯。一方拿出錄音錄影當作鐵證，另一方卻一口咬定這些證據全都是被人工智慧動過手腳的。你發現了嗎？最可怕的還不只是造假這件事本身，當造假變得如此容易，一道全新的裂縫就被撕開了。任何一個做了壞事的人，現在都可以理直氣壯地指着眼前確鑿的證據說，這是假的，這是人工智慧編出來的。於是真相不再有立足之地，因為連真相本身都可以被輕輕一句話推翻。有人把這個現象叫做說謊者的紅利。謊言不但不再需要付出代價，說謊反而成了這個時代最划算的一門生意。而這場崩塌最深的傷口，其實不在那些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上，而在我們每一個平凡人的心裡。你有沒有察覺到，這幾年我們的心好像悄悄地變了？我們變得越來越難被感動，也越來越難被激怒。看到苦難，我們第一個念頭不再是心疼，而是懷疑這是不是又是假的。看到有人挺身而出仗義直言，我們第一個反應不再是聲援，而是冷笑。反正這水這麼深，較真的人才是傻子。這種彌漫在空氣裡的疲憊，這種對一切都提不起勁的冷漠與犬儒，才是這個時代最深也最難察覺的病。因為當一個人連相信的力氣都沒有了，連在乎的衝動都熄滅了，他其實已經在精神上慢慢的死去了。所以你看，這個黑暗時代真正的戰場，從來就不在那些遙遠的新聞裡，它就在你我每一天的心念之間。在今天，能夠守住那顆還願意相信、還願意心疼、還願意在乎的心，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了不起的修行。就在這個7月，地球上最強大的那個國家迎來了他建國250年的日子，煙火照亮了夜空，慶典盛大而喧囂。可是在那片璀璨的火光底下，這個國家的人民卻連一件最基本的事情都無法再達成共識，那就是什麼才是真的。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們給這個時代下了一個沉重的名字，他們說這是一場認知的危機，一場關於我們還能不能知道任何事情的危機。我們失去的已經不只是對某一則新聞的信任，而是对真實這件事本身的信任。曾經有學者警告我們說，當假的內容多到一個程度，人們最後會做出一個看似合理，其實最危險的選擇，那就是乾脆放棄，乾脆不再去分辨真假。
因為太累了。而當一整個社會連想要追求真相的那點力氣都失去了的時候，真正崩塌的就不再只是某一個謊言，而是我們作為人那個想要活在真實裡的本能。而更深的崩塌還在道德的層面。你有沒有發現，這些年來我們愈來愈不會直接說出一件事的對與錯了？殺害平民，我們把它叫做附帶損傷；酷刑逼供，我們把它叫做強化訊問；謊言，我們把它叫做另類事實，或者叫做不實訊息。當我們用一個中性的詞去包裹一件本該讓良心震動的事，我們其實是在悄悄地把道德判斷從那件事上剝離。有一位思想家講得很透徹，他說，這個時代的人啊，想要善良，卻不願意去指認什麼是惡；想要正派，卻不願意承認有任何權威可以定義正派；想要更緊密的群體，卻不願意為此讓渡任何一點個人的自由。說到底，我們想要的是一種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東西。我們想在拆掉一切標準之後，還保有標準所帶來的一切好處。所以你看，我們所謂的常識崩塌，並不是一句誇張的形容，它是真真切切的發生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裡。真與假的界限崩了，是與非的界限崩了，甚至連我們該不該去追問真假对錯，這個最起碼的衝動都在崩。而在這一切崩塌的過程中，那位我們口口聲聲呼喚的神，那片我們仰望的天空，卻始終沉默着，仿佛什麼都沒有看見，什麼都不打算過問。於是那個問題就變得愈來愈尖銳。如果他真的存在，如果他真的全知全能，又真的慈悲為懷，那麼面對這樣的世界，他為什麼不出手？為什麼不用一道雷劈醒那些說謊的人？為什麼不用一個神蹟把真相重新立起來，讓所有人都無法抵賴？那些在戰火裡死去的孩子，那些在謊言裡含冤的無辜者，難道他真的都看不見嗎？他的沉默到底是因為他不在，還是因為他不管？這個問題像一根刺，扎在每一個還願意仰望天空的人心裡。關於這根刺，帕克這些年來其實一直在給我們一個答案，而這個答案一旦你真正聽懂了，你看待這整個黑暗時代的眼光都會徹底改變。帕克告訴我們，我們此刻所經歷的這一切並不是偶然，也不是失控。人類的歷史正走在一個巨大的轉折點上，一個從舊時代跨向新時代的門檻上。他把這叫做一場靈性歷史的換季。而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又混亂又黑暗的階段，其實古老的智慧早就給它取好了名字。在印度最古老的宇宙觀裡，時間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個循環。整個循環分成4個大的紀元，就像春夏秋冬4季一樣。古人用一個很美的比喻來形容這4個紀元。他們說，維繫這個世界的正道就像一頭牛，它有4條腿，分別是真實、慈悲、自律和清淨。在第一個紀元，也就是圓滿的時代，這頭牛穩穩地站在4條腿上。那時候的人心地純淨，與神只有一線之隔，不需要廟宇，不需要經典，因為真理就活在每一個人的心裡。覺察就像口渴要喝水一樣自然。接着人心一步一步下墜，那頭牛先是斷了1條腿，只剩3條，然後又斷了1條，只剩2條。善良一分一分減損，一直墜落到最後一個紀元。而到了這最後一個紀元，那頭牛就只剩下最後1條腿了，搖搖晃晃勉強支撐。這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一個被稱為黑暗時代或者鐵的时代的紀元。而黑暗时代的種種徵兆，你一對照會覺得毛骨悚然。經典裡說，到了這個時代，真理會被遮蔽，德行會日漸稀薄，人們會被物質的慾望徹底佔據，宗教還在，卻只剩下一個空殼，被拿來當作斂財與操弄的工具。掌握權力的不再是那些真正服務眾人的人，而是那些最擅長欺騙的人。焦慮會成為每一個人生命的底色，因為人們同時失去了內在的平靜，也失去了外在的安穩。你听听看，這說的難道不正是我們的今天嗎？2000多年前寫下這些文字的人，仿佛隔着時空，正凝視着我們此刻的手機熒幕。所以有智者說，我們此刻正站在黑暗時代的黃昏裡。在我們自己的佛教傳統裡，也有一個幾乎完全對應的說法，那就是末法時代。佛陀在涅槃之前就預言過，
他所傳下的正法並不會永遠興盛。佛法在人間會經歷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正法時期，那時候依着佛法修行，真正能夠證悟解脫的人非常多。接着進入相法時期，佛法還在廣傳，人們也熱衷於修廟造像，可是對修行真義的理解已經開始走偏，真正有成就的人越來越少。而到了最後的末法時期，佛經裡描述得很清楚，人們虽然還聽得到佛法，還願意受教，可是無論再怎麼修，都難以依着這套法門真正證悟了。經典裡甚至說，到了那個時候，會有天災，會有人禍，會有瘟疫，會有戰亂，人與人之間互相猜忌，勾心鬥角，多半都只為了名利2個字。你再對照一下我們的今天，是不是又一次覺得那些古老的文字仿佛正在描述此刻的新聞？佛陀還為這樣的時代取了另一個名字，叫做五濁惡世。什麼是五濁？就是5種混濁。第一種是劫濁，是整個大環境的敗壞，天災人禍接連不斷。第二種是見濁，是人們的觀念與知見都顛倒了，是非不分，黑白錯亂。第三種是煩惱濁，是人心裡的貪婪、嗔恨、愚癡愈來愈熾盛。第四種是眾生濁，是人的身心都變得越來越粗糙，也越來越脆弱。第五種是命濁，是人的壽命與福報都在一點一點的折損。你把這5濁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世界一項一項對照，是不是幾乎完全吻合？一個大環境動盪，觀念錯亂，人心浮躁，身心脆弱的時代，這不正是我們此刻的寫照嗎？可是奇妙的是，佛陀在講到這個五濁惡世的時候，語氣裡並沒有絕望，因為他知道一個秘密，正是在這樣一個最污濁的池塘裡，才能開出那一朵最潔淨的蓮花。愈是深陷污泥，愈能滋養出蓮花的清香。一朵開在乾淨溫室裡的花是不足為奇的，可是一朵能夠從最骯髒的爛泥裡亭亭玉立、一塵不染地開出來的蓮花，那才是真正的奇蹟。而佛陀對我們每一個身處末世的人最深的期許，就是希望我們都能夠成為那樣一朵蓮花。可是這裡有一個關鍵，一個帕克點出的，佛經其實也點出來的關鍵。問題不在佛法，同樣的一套法，2000多年來一字未改，一樣完整，一樣廣傳。問題出在人的身上，是人的秉性變了，人的根器變鈍了，人的信心变薄了。就像同一场甘霖降下來，有的種子破土而出，有的種子卻怎麼也醒不過來。天並沒有變，是承接天的那顆心變了。而且關於末法，還有一位大德講過一段話，講得特別深。他說，其實不必那麼死板的用時間去把正法、相法、末法切成3段，因為在佛陀還在世的正法時代，也一樣有聽不進佛法的末法眾生。而哪怕到了最黑暗的末法時期，只要有一個人心裡還守着那份正見，還老老實實的依教奉行，那麼對這個人來說，他所在的當下就永遠是正法時期。反過來說，就算你生在佛陀親自說法的黄金時代，如果你心裡根本不信，也不肯修行，那麼对你來說，那早就已經是末法了。你聽懂了嗎？末法從來就不只是一個外在的時代，末法更是一種內在的狀態。时代或許無法選擇，可是你的心要停在哪一個時代裡，這個選擇權一直握在你自己的手上。好，現在我們把這個問題的核心真正攤開來看，如果真的有一位慈悲的更高智慧，他為什麼要允許這一切發生？西方的哲學家與神學家為這個問題苦苦思索了幾千年，他們甚至專門發明了一個詞，這個詞直譯過來，意思就是為神辯護。人類太想知道了，一位既善良又全能的神，怎麼可能容忍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的惡與苦？而其中一個最古老也最有力量的答案，關乎一樣東西，那就是自由。你想想看，如果每一次我們動了惡念，天就立刻降下懲罰；每一次我們要說謊，話還沒出口，舌頭就先打結；每一次我們想傷害別人，手還沒抬起來就先癱軟，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那會是一個沒有惡的世界，這是真的。可是那也會是一個沒有真正的善的世界，因為在那樣的世界裡，我們根本沒有選擇。我們不做壞事，不是因為我們選擇了善良，而是因為我們被剝奪了作惡的能力。
一個被鎖死了只能行善的人，和一個真正在誘惑面前選擇了行善的人，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就是一尊雕像和一個活人的差別。前者只是一具精美的機器，後者才是一個真正擁有靈魂的生命。有一位西方的思想家講過一個很駭人的比喻，他說，如果那股想要牢牢控制人類的力量真的得逞了，把人徹底固定住，讓人再也不会犯錯，那麼人最終会變成什麼？人会变成一尊雕像，一尊永遠停留在過去的雕像，一個被凍結、被硬化，再也無法成長的東西。你外表看起來還像個人，可是那個能夠讓你超越自己，走向更高處的東西已經被抽走了。所以你看，神的做事，那個看起來像是冷漠的沉默，換一個角度看，其實是他為我們的自由所付出的代價。他寧可忍受我們用自由去作惡，也不願意剝奪我們用自由去成為一個真正的人的那個可能。愛一個人，從來不是替他把每一步路都走完，愛一個人是願意退後一步，看着他自己走。可是除了自由，古人對這份沉默還有另外幾層極深的體会。有一位西方的聖哲曾經指出一個很奇妙的觀點，他說，惡其實並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東西。你想想看，黑暗是什麼？黑暗並不是一種物質，黑暗只是光的缺席。寒冷是什麼？寒冷也不是一種東西，寒冷只是熱的退去。同樣的道理，惡也許並不是神親手創造出來的一件東西，惡只是善退場之後所留下的那一片陰影，哪裡的善少了，哪裡的惡就顯出來了。這麼一想，你就會明白，我們與其質問神為什麼要在這個世界上創造這麼多的惡，不如反過來問自己，我們究竟讓多少的善從這個世界上悄悄地退了場？這個時代之所以這麼黑，也許不是因為多了什麼，而是因為少了什麼。還有一位深深影響了无數人的思想家說過一句讓人心頭一震的話，他說，痛苦是神的擴音器。當我們一切順遂的时候，我們是聽不見那個微弱的呼喚的，因為我們早已被舒適餵得又聾又盲。可是當痛苦來臨，當我們被逼到絕境的時候，那個我們平時充耳不聞的聲音忽然就變得清晰了起来。快樂讓我們忘記自己還有一顆靈魂，只有痛苦才会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們從沉睡中搖醒。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在人生最風光的日子裡，你幾乎從不思考生死，從不叩問意義。可是當你被命運狠狠擊倒的那一夜，你反而第一次認真地抬頭望向了天空。所以這個時代這麼痛，會不會正是因為我們已經睡得太沉也太久了？天不是不說話，而是我們早已聽不見那些溫柔的話語，於是他只好換一種我們躲不掉的方式來跟我們說話。自由、缺席的善，還有神的擴音器，這些道理都已經很深了，可是他們似乎還不足以真正撫平我們心裡那一道最深的疼。於是另一個更深的答案出現了。有一位神學家提出一個很動人的看法，他說，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還沒有完成，我們不是被造出来就是一個成品，然後不小心墮落了。恰恰相反，我们是被放进这個世界，來把自己一點一點造成我們本該成為的樣子的。而這個世界，這個充滿了苦難與試煉的世界，並不是一座供我們享樂的花園，它是一間工坊，一座熔爐。他把這個過程叫做靈魂的鍛造。這個看法其實和我們佛教對這個世界的理解不謀而合。你知道嗎？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在佛法裡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叫做娑婆世界。娑婆這兩個字翻譯過來，意思就是堪忍，就是可以忍受，也必須忍受。換句話說，佛陀從一開始就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本質本來就是一個需要我們去承擔苦難的地方。他從來就沒有答應過我們會是一座無憂無慮的樂園，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場修行，一場磨練。如果你來到這個世界，卻期待它處處順心，事事如意，那你注定會失望，因為那從一開始就搞錯了這個世界存在的意義。這個世界不是用來享福的，這個世界是用來讓一顆顆還很粗糙的靈魂，在一次又一次的摩擦與碰撞裡，被打磨得愈來愈光亮的。這麼一想，那些苦忽然就有了一個全新的分量。原來我們不是在受罰，我們是在被雕琢。
如果你順着這個思路想下去，很多事情忽然就通了。痛苦原來是一位老師。當我們在物質的滿足裡怎麼也找不到快樂的時候，我們才会開始向內看。當外在的一切都靠不住的時候，我們才会被逼着去尋找那個真正靠得住的東西。你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就會明白，那些真正讓你脫胎換骨，讓你變得更慈悲、更有智慧的時刻，往往不是你順風順水的时候，而恰恰是你跌到谷底、痛到骨子裡的時候。順境把我們養大，逆境才把我們鍛造成型。這也正是那個古老的黑暗時代最不可思議的一個秘密。經典裡說，正因為這個時代如此黑暗，所以在這個時代裡，哪怕是一個最微小的善念，一句最平凡的真話，一個最不起眼的慈悲舉動，都會承載着遠遠超乎想象的力量。在那個圓滿的黃金時代，一個人要證悟解脫，可能需要窮盡許多世的苦修。可是在這個最黑暗的末世裡，一顆真心反而可能在短短一生之內就走完那條路。這就好像在滿是通明的白晝裡，你點亮一根蠟燭，沒有人會注意到。可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你點亮同一根蠟燭，那一點微光卻能照亮整個房間，能讓迷路的人看見方向。黑暗不是在阻擋光，黑暗是在讓每一絲光都變得無比珍貴。可是講到這裡，我知道一定有人心裡還壓着一個最沉重的問題，一個所有漂亮的道理都無法輕易撫平的問題：那些死去的孩子怎麼辦？那些從未做錯任何事，卻在災難裡、在戰火裡、在別人的惡意裡受苦的無辜者，他們的苦難又是在鍛造誰的靈魂？如果說苦難是老師，那麼把苦難加在一個無辜孩子身上的又是什麼樣的老師？面對這個問題，最誠實的智者反而不會急着給你一個圓滿的答案，因為他們知道，任何一個試圖把無辜者的苦難輕巧地解釋成理所當然的說法，都是一種殘忍。西方有幾位極深刻的思想家反復提醒我們一件事，他們說，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根本不在同一個维度上。我們拿着人類這一把小小的尺去丈量那無限的作為，然後理直氣壯地宣判說，這不對，這說不通。可是我們有沒有想過，也許正是我們這把尺太短了。在我們東方的智慧裡，還有一層更深的看見，那就是因果與輪迴。這一世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靈魂漫長旅程裡的一個小小片段，就像你翻開一本厚書，只讀到中間的一頁，你看到主角正在受苦，你就斷定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可是你不知道前面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後面將走向何方。這一頁的苦，也許正在了結前面某一頁的債，也許正在鋪陳後面某一頁的光。我們看不到全貌，所以我們才會覺得天不公平。真正的謙卑，也許是承認，有些答案以我們此刻的眼界還讀不懂，而讀不懂並不等於沒有答案。心理學大師榮格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一個人並不是靠着在心裡想象光明的形象而覺醒的，而是要透過去看清自己內在的黑暗，才能真正走向光。你有沒有想過，也許這整個黑暗時代本身就是一场集體的看清，它把我們每一個人心裡最不願意面对的東西，把整個文明藏在最深處的虛偽、貪婪、殘忍全部翻了出來，攤在陽光底下。在印度的傳統裡，掌管這個時代的那股力量常常被描繪成一個看起來充滿毀滅性的形象。可是智者告訴我們，他真正要摧毀的並不是我們，而是我們的無明，我們的傲慢，我們的自我。他的兇猛其實是一種最深的慈悲，他用一把烈火燒掉的是我們身上那些本就該被燒掉的東西，好讓那個真正的乾淨的我們能夠從灰燼裡站起来。所以讓我們回到那份沉默，神的沉默，天的沉默。這份沉默裡究竟藏着什麼？在西方的傳統裡，有一個非常古老的概念，叫做隱藏的神。有幾位深刻的思想家一再強調，神是完全的他者。這句話的意思是，神的邏輯根本不是我們人類的邏輯。那個看起來像是被拋棄的時刻，也許正是我們離他最近的時刻。而我們佛教裡有一句話，說得更直接，也更容易讓人誤會，佛不度無緣之人。這句話乍聽之下好像很無情，
難道佛還挑人嗎？可是你細細去品，就會發現裡面藏着一個極深的道理。佛的慈悲就像天上普降的甘霖，從來沒有分別落在每一個人的頭上。可是甘霖再多，如果你手裡捧着的是一個倒扣的碗，那你一滴也接不住。不是雨不肯下，是碗的口沒有朝上。所謂的緣，說到底就是那顆願意打開、願意承接的心。淨土的法門裡講到彌陀的大願，其實藏着兩扇門，一扇叫攝取，是張開雙臂，願意接引一切願意回頭的眾生。可是另一扇門叫意止，是在提醒眾生不要仗着佛的慈悲就有恃無恐地去造下大惡。你看，慈悲從來不是縱容。如果一位母親無論孩子做了多壞的事，都永遠只是笑臉相迎，從不設下任何界限，那不是愛，那是把孩子往火坑裡推。真正的慈悲是既給你一條回家的路，又在路口替你點亮一盞警惕的燈。天的沉默也許正是這樣一種深沉的用心，他不用雷霆萬鈞去逼你就範，因為被恐懼逼出來的善不是真的善，他只是靜靜地把選擇留給你。而這正是帕克反复想要提醒我們的一件最重要的事。他常常引用一種古老的寓言傳統，那是刻在棕榈葉上流傳了2000年的智慧。而這套智慧裡有一句話是核心中的核心，他說，未來不是注定的，未來是可以被改变的。帕克說，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沉重的寓言講出來，並不是為了讓我們絕望，恰恰相反，是為了喚醒我們。因為他相信，當足夠多的人把善的念頭、把祈禱、把美好的意願一起投向這個世界的時候，災難的重量是真的可以被減輕的。他甚至一再懇求他的觀眾不要只是恐懼，而是要把正向的心念送出去。你聽懂了嗎？天不是不在，天是在等，等我們回過頭來，等我們把那個倒扣的碗翻轉過來。這份沉默其實是一個邀請，邀請我們從被動的等待被拯救，變成主動的參與拯救。也許你會覺得，我只是一個平凡人，我的一個念頭、一句祈禱，真的能對這麼大的世界起到任何作用嗎？可是帕克還有許多古老的智慧都告訴我們，千萬不要小看一顆心的力量。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念其實都不是孤立的，它們就像投進水面的一顆石子，激起的漣漪會一圈一圈地悄悄向外擴散，彼此影響，彼此感染。當你心裡充滿了恐懼與怨恨，你就在為這個世界增添一分黑暗；而當你心裡升起了慈悲與安定，你就在為這個世界點亮一分光明。你以為你只是在獨自祈禱，可是在那個我們肉眼看不見的層面上，無數顆同樣在祈禱的心正在悄悄地連成一片。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幾乎所有的智者都在苦口婆心地勸我們，無論外面多亂，都一定要先守住自己的這顆心。因為你守住的從來就不只是你一個人的心，你守住的是這整個世界還能夠回頭的那一線希望。現在我們可以來談談這整個故事最讓人心頭一暖的那一部分了。為什麼黑暗一定要在黎明之前？因為在那個古老的循環裡，黑暗時代並不是終點，它是最後一個季節，是嚴冬。而嚴冬之後緊接着的就是那個圓滿的黃金時代，重新開始。夜色最深沉的時候，恰恰就是天最快要亮的时候。帕克還有這個世界上許許多多的預言者與覺者，他們幾乎都在說同一件事，一場巨大的覺醒正在到來，一個嶄新的黃金時代正在誕生。而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個新時代並不是在黑暗結束之後才姍姍來遲，它恰恰是穿過這片黑暗，從這片黑暗的子宮裡被生出來的。你想想看，一棟蓋在爛地基上的房子，是不是必須先拆掉才能重建？那麼此刻，我們眼睜睜看着那些虛假的結構一個一個崩塌，那些建立在謊言之上的權威一個一個倒下，這究竟是毀滅，還是一次清場？是不是有一雙看不見的手，正在為那即將到來的新生清理出一塊乾淨的土地？在印度的傳說裡，黑暗時代的盡頭，會有一位騎着白馬的救世者降臨，重新立起正道。在我們的傳統裡，也有彌勒的授記，說在遙遠的未來會有一位佛降世，
帶來一個嶄新的、美好的時代。這些跨越了東方西方的古老故事，其實都在對我們說同一句悄悄話：你現在所經歷的，不是一場走向虛無的沉淪，而是一場新生的陣痛。陣痛之所以劇烈，恰恰是因為有一個新的生命正在使盡全力，想要來到這個世界。而且，如果你翻開人類的歷史，你會發現一個一再重演的規律。每一次，當人類墜入最深的黑暗，往往正是最偉大的光即將降臨的前夜。在2000多年前，人類的心靈曾經陷入過一片巨大的混亂與迷惘，舊的信仰崩解了，人們找不到方向。可是就在那短短的幾百年之間，這片大地上幾乎同時出現了一群照亮千古的覺者。在我們的東方，有老子，有孔子，有釋迦牟尼；在遙遠的印度與西方，也有那些奠定了整個人類文明根基的智者，仿佛是那片濃得化不開的黑暗，親手把這些光一個一個召喚了出來。後來，當一場又一場的瘟疫與戰亂把一整個時代拖入絕望的谷底，把無數人的性命奪走的時候，人類卻又在那片廢墟之上迎來了一場思想與藝術的偉大重生。歷史仿佛一次又一次地在提醒我們，黑暗從來都不是結局，黑暗只是光在蓄勢待發。而我們此刻所身處的這一場黑暗之所以如此深，如此廣，覆蓋了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會不會正是因為那即將到來的光也將如此盛大，如此輝煌？那麼這個正在誕生的新時代究竟會是什麼樣子呢？帕克告訴我們，它並不是某一個政治強人帶來的太平盛世，也不是某一項科技帶來的物質天堂，它是一場發生在人心深處的靜悄悄的轉變。它是愈來愈多的人開始厭倦了那些永無止境的喧囂與追逐，開始轉過身來向內尋找那份久違的寧靜。它是愈來愈多的人開始看穿了物質再多也堆砌不出真正的快樂，於是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愛，投向了慈悲，投向了那些真正重要的東西。它是人與人之間在經歷了長久的对立與撕裂之後，終於重新想起我們原来是彼此相連的一體。這場覺醒不會敲鑼打鼓的到來，它會像春天融化冰雪那樣，一寸一寸地在無數顆心裡悄悄發生。也許此刻的你願意靜下心來看這一支影片，願意跟着我們去思考這些問題，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那場偉大覺醒的一部分了。而且，你有沒有想過一件更奇妙的事？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黑暗，也就是那場真相的崩塌，會不會恰恰藏着這個時代最深的功課？在過去，我們太習慣把判斷交給外面了，電視說什麼，我們就信什麼，權威說什麼，我們就聽什麼。我們的心常年閒置着，因為好像根本用不上。可是到了今天，當外面的一切都不能再輕易相信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我們被逼着重新去啟用那個荒廢已久的東西，那就是我們自己內在的辨別力，我們自己的良知，我們自己的智慧。當你的眼睛不能再相信的時候，你只剩下一个依靠，那就是你的心。所以你看，這場看似要把我們推向瘋狂的真相危機，換一個角度，會不會正是一場逼着全人類向內覺醒的偉大契機？它奪走了我們外在的拐杖，卻是為了逼我們重新長出自己的腿。佛法裡最珍貴的那個東西，般若的智慧，那個能夠洞穿一切迷惑與虛妄的智慧，不正是在這樣一個真假難辨的時代裡，才顯得如此迫切，如此無可取代嗎？當然，講到這裡，一定會有人說，這一切不過是一種自我安慰罷了，是那些無力改變現實的人替自己編織出來的一個美麗的故事，好讓自己在苦難面前不至於徹底崩潰。這樣的質疑其實很有力量，我們也不必回避。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就算我們把所有關於神、關於來世、關於循環的說法全部先擱在一邊，那個最核心的召喚卻依然屹立不搖。在一個腐敗的時代裡，一個守住了自己良知與品格的人，他活得比誰都更坦然，走到生命盡頭的那一刻，也睡得比誰都更安穩。這是真的。意義從來不是等在某個地方，被我們找到的意義，是我們用自己的每一個選擇親手鍛造出來的，這也是真的。而在這整個我們無法掌控的世界裡，唯一真正屬於我們，
能夠由我們自己做主的，就只有我們面對這一切的態度，這更是真的。所以你看，無論天上究竟有沒有一雙眼睛，正在默默看着我們，那份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召喚，其實始終是同一個。這或許才是這整件事最不可動搖的地方。它不需要你先相信什麼，它只需要你開始去做什麼。可是，這裡有一個最關鍵的轉折，一個帕克絕不會讓我們忽略的轉折。如果天不打算從外面把我們一把撈起來，那我們該怎麼辦？答案，其實所有的智慧傳統早就異口同聲地告訴我們了。那盞光必須從我們自己的內在點亮。在這個你連眼睛都不能相信的時代，那就去相信你的良心。在這個所有人都无法对真相達成共識的時代，那就讓你自己先成為一個真實的人。當外面的世界不再有任何一個可以依靠的標準的時候，那個唯一還能依靠的標準就住在你自己的心裡。這才是那整個黑暗時代最深的用意。它不是要毀掉我們，它是要把我們每一個人逼回到我們自己的內在，逼着我们去把那個一直被我們遺忘的內在的光重新找回來，重新點亮。我們的祖師大德常說4個字：自度度人。你要先度自己，才能度別人。在末法的洪流裡，你守住了你的一念正見，你就等於為這個世界守住了一小塊正法的淨土。你點亮了你手裡的這一盞燈，你不但照亮了自己腳下的路，你還讓下一個在黑暗裡摸索的人看見了方向。你以為你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個人，可是別忘了，在這個小小的善都會被放大無數倍的黑暗時代裡，你的每一個選擇都在悄悄地為這場集體的黎明添上一分光。你今天沒有跟着去轉發那則你明知可疑的謠言，這就是光。你今天在所有人都冷漠的時候多說了一句公道話，這就是光。你今天在該憤怒的事情上守住了良知，沒有隨着人潮麻木，這就是光。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選擇，在天的眼中重如千鈞。講到這裡，我們或許可以回過頭來重新回答影片一開始的那個問題了。我們一直在問神為什麼不出手，可是我們有沒有想過，也許神一直都在出手，只是他出手的方式和我們所期待的完全不一樣。我們期待的是天上劈下一道雷，是海面裂開一條路，是那種讓所有人都瞠目結舌的驚天神蹟。可是也許在很久很久以前，神就已經選擇了一種更溫柔也更尊重我們的方式來介入這個世界。他不再親自伸手，他選擇透過我們的手來伸。每一次，當一個人在該退縮的時候選擇了勇敢，在該說謊的時候選擇了誠實，在所有人都冷漠的時候選擇了溫柔，那一刻，神就出手了。那一刻，那道我們苦苦等待的來自天上的神蹟，就透過一雙凡人的手悄悄降臨到了人間。我們一直仰着頭，等着天空給我們一個答案。可是那個答案，也許從一開始就寫在我們自己的手心裡。神的手，說到底，就是每一個願意行善的人的手。所以，讓我們最後再回到那位深夜裡流淚的母親身邊。她握着手機，面對着那段真假難辨的畫面，面對着那一片沉默的、什麼都不肯回答的天空。現在，我們或許可以用一種全新的眼光去理解她眼前的這份沉默了。那份沉默從來都不是缺席，那份沉默是一個空間，一個留給我們的空間。就像一位母親看着自己的孩子第一次摇摇晃晃的學步，她的手就在孩子的身後，隨時可以扶住。可是她忍住了，她沒有伸出去。她眼睜睜看着孩子跌倒，又看着孩子哭着爬起來。她的忍耐不是因為她不愛，恰恰是因為她太愛了。因為她知道，如果她每一次都在孩子快要跌倒的時候一把扶住，那麼這個孩子將永遠學不會走路。天對我們的做事，會不會也正是這樣一種深到我們無法立刻理解的愛？也許我們從來就不是被設計來等着被拯救的，也許我們是被設計來在穿過這整片黑暗之後，親手把自己變成那個能夠去拯救別人的人。而這一切的混亂，這一切的崩塌，這一切看似無盡的沉默，到頭來會不會正是那份沉默能夠為我們做的最溫柔也最深情的一件事？他沒有替我們把黑暗趕走，因為他知道
唯有親手在黑暗裡點過燈的人，才會真正懂得光的珍貴。所以，親愛的朋友，如果你此刻也正走在自己的一片黑暗裡，如果你也曾在無數個深夜對着那片沉默的天空問過那個為什麼，那麼希望今天我們聊的這些能夠在你心裡悄悄點亮一點什麼。請你一定要記得，你所經歷的這一切都不會是白白經歷的。你流過的每一滴淚，扛過的每一份重擔，在最想放棄的時候卻依然咬着牙守住的每一分善良，都不會被辜負。這個時代的黑從來就不是為了把你吞沒，它是為了讓你終於能夠看清，原來在你自己的心裡一直藏着那樣一束怎麼也不肯熄滅的光。神沒有拋棄你，天也從未对你冷漠，他只是站在一個你暫時還看不見的地方，靜靜的、深情的看着你一步一步走成你自己生命裡的那道光。而當千千萬万個這樣的光終於在同一片黑暗裡一盞一盞亮起来的時候，你會忽然發現，我們一直在苦苦等待的那個黎明，其實早就已經開始了。黎明一定會來，可是這一次它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一次它要穿過我們每一個人，才能照亮整片大地。而我們每一個此刻還願意守着心裡那盞燈的人，我們自己就是那道正在到來的光。天沒有離開過我們，天只是一直在等我們长成它一直相信我們能夠長成的樣子。